主打多人室外公众场合竞技强制道具惩罚于一体的户外栏目黑心公测又来啦！这一期我们来对比一下新鲜出炉的小米17 Ultra 和 iPhone 17 Pro Max。小米为了对标 iPhone， 连删16G 都用上了。这一次我们来看一下新年提前上桌的超大杯能不能和 iPhone 的 Pro Max 硬碰硬呢 ？Go！ 群里每人抽取一个隐藏任务，到今天拍摄结束都没完成的人就要接受残忍的惩罚喽。那我们先让两台手机开机看看吧，3、2、1。哦，震动了。哦。你给我先出 logo。那是的。小米没震动吗？没有。我们的锁屏页面果然是比较有自知之明。比了一下两台手机的开机速度，其实看了一下是 iPhone 的 logo 先出来的，但是小米后面先反超了，因为小米会更快的进入到了锁屏页面啊。但是现在呢，也看了一下时间，都已经到了12点多了，而且我们注意到了黑哥的肚子都比平常瘪了不少呢，证明我们该干嘛？该去找餐厅吃饭了。那我们先去找餐厅吃我们的午饭吧。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吃中午饭的餐厅了。老规矩，两台手机同时扫码点单，然后看一下哪台手机的对焦和加载速度会更快一些呢？3、2、1，好像是小米的快一点哦。那刚刚看了一下两台手机的一个扫码速度，明显这一局啊是小米咱们更胜一筹了，进入点餐界面会更快一点点。那等上菜的功夫呢，我们用两台手机下载视频试试，看一下在这种人多密集的一个场合，这两台手机的网速表现怎么样？有显示网速吗？没有。但它确实比较慢。真的是饿晕了，终于上菜了。但是还是老规矩，不是粉丝先吃啊，是手机先吃。我们先用两台手机呢，在默认的一个模式下面直出样张，看一下它们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拍摄的，同一碗龙江猪脚饭啊，在默认模式下直出的一个样张对比效果，我感觉啊，直观下呢，更加喜欢小米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会觉得它在色彩的一个饱和度的还原上面呢，更加还原出来这个食物的一个美食，很有食欲大张的感觉，因为它像一些细节处理都会把整个色彩还原出来的非常非常好，但是可能像 iPhone 的话，它的原生感会更重一点点，所以如果说就这两个样张来说，我觉得是小米更胜一筹。现在呢，我们再用两台手机各刷半个小时的微博试一下，看一下他们两台手机的一个滑动流畅度是怎么样子的。豆子姐姐，之前桃子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现在新增了抢红包的环节，就是你发我们抢。确定是桃子说的，不是你们自己家的吗？啊，好家伙，我几次没来户外，咱们现在都要自费上班了是吧？那行，那这样吧，我大方一点。这一次呢，我发2个红包，我们用2轮来比。第一轮呢，我们先用2台手机用移动数据的情况下去抢这个红包。那第2轮呢，我们就2台手机一起连上餐厅的 WiFi 去抢这个红包，看一下这2轮抢红包的环节里面，2台手机我们谁的手速包括网速会更快一点点。但是啊，有一个情况，如果说有一个人2轮都没抢到的情况下，反过来给我发一个红包，怎么样？那我准备要发第一个了啊，准备好了没有？拼手速了哦，发一个超级大的，比你们工资还大的，怎么说？对。突然间工资变得很少。我操！是我们的小米抢到了。哦，准备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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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1比1呀！最后一轮了，准备好了。好，小米跟第一个。OK，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2轮了啊！2台手机都连上 WiFi 了没有？连上了吧？好 ，OK， 准备了啊！准备了，拼好手速的时间又到了。哦耶！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又打平了，又1比1了，来到决赛圈了。把别人拥入怀抱。还是不行。好，刚才用移动数据和 WiFi 同时抢了6个红包，移动数据用了3个 ，WiFi 用了3个，小米是各抢到了2个 ，iPhone 是各抢到了1个，所以在抢红包方面，还是 iPhone 是落后于我们的尊贵的小米17 Ultra 的。煎蛋和鸡扒，你选一个，你要把手拍上去。煎蛋和鸡扒，你选一个，你选哪个？哇塞，真棒，真棒，我完成。扔鸡肉都可以啊。有没有很自然吧？我觉得非常自然。太屌了。怎么说？可能是我对食物的太渴望了。OK， 那吃饱喝足了，咱们也废话不多说了，直接解锁今天的新地图了。喊出我们的 slogan 吧，这个是兔子自创的啊。一条狗分为3段是什么呢？3、2、1 ，Go Go Go！ 好啦，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OK， 本期的黑心公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我已经到家了，拜拜。他们都啥子你好做，这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是。我们今天呢解锁新副本，也就是广州动物园，来体验一下20蚊俾嘅快樂啊！而且呢，这一代的小米17U 是解锁了真光学变焦，所以我们来到了动物世界，这个地方更加考验变焦防抖能力。到底这2台手机哪个出来的样张效果会更加好呢 ？Let's go， 走吧！不知道呀，那我们在阳光下面激发一下。但你的感觉看上去是没有那么亮的。要不去设置里面手动最高亮度，先把手动最高亮度小米亮一点，感觉。我这个角度是亮一点。小米亮一点，但小米好像有点偏黄这个屏。而且还没开阳光模式，要不要开个阳光模式？你开一下阳光模式看一下。不是，就直接开对。哇，一下子亮起来了。那 iPhone 也挺坚挺的。它都用上均热版了，还有什么不坚挺？好，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动物园这边了，然后从100%的电量耗到了90%的电量。抢红包是抢不过小米 Ultra 的。然后自动亮度的话，感觉是2台差不多，但是17 Ultra 会稍微亮一点，17 Pro Max 就会稍微暗那么一点点，但也不影响。我们现在吃了饭来到动物园了，然后之前呢有抢过红包啦，测试过网速啦，然后还有刷了半小时的这个微博，现在剩余电量90%，非常期待小米的长焦在动物园里面能够拍到一些很好看的样张。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动物园里面有什么？兔子、鸡、猩猩。还有呢？我真服了。不是那狗狗。哎，乖啊，真乖。那我们现在呢，还是先来看看重头戏，看看长焦的解析力怎么样。刚刚呢，我们的黑哥和思哥都拿了手机拍摄了一下我们火烈鸟的一个羽毛。其实我觉得通过羽毛，它更能看出来它的一个细节处理会是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样张吧。还是会更加喜欢小米17 Ultra 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会感觉出来呢，像这个长焦镜头的解析能力下，它去拍摄这个羽毛情况的时候，我会觉得小米17 Ultra 它还原出来这种羽毛的流光感效果会更强一点点。而且呢，像它是在整个湖面上，就连这个湖面的一个波光粼粼的处理效果，又会觉得小米17 Ultra 会更胜一筹。你看思哥，你看一下，我没反应过来，你看一下，它已经慢了，马步要扎稳，你往前一点点。往前，这个打多一点点到你脸上。哦，没看那边。对。哇哦。这种迷人的眼神好不好？这张没有把我刀锋般的这张明显你已经收了，你明明已经疲惫了，但这张你还是保持着这种迷人的眼神。没有把我刀锋般的笑容 iPhone 这个脸部细节真的拍的好明显，你看这里的痘坑。对。
是的，你看这里的豆坑，这个实时的评价，又不是说诋毁故意的。这个是非常真实的，诋毁都没有人说你诋毁好吗？很还原细节。兔子挑个兔子耳朵吧。我赞成，我可以，拿来拍照。没有兔子，没有兔子耳朵，它这没有耳朵，是吗？啊，有，假装是兔子。要不黑哥，你今天当回师姐吧，你今天累了。也很可爱。我感觉会不会熊猫更可爱一点？对啊，兔子不是这个声音。哪个可爱一点？他要玩任务，他要玩任务，走开，快走开。哪个可爱一点？不要让他完成任务。什么东西？哪个可爱一点？他不是完成任务了吗？不要让。哪个可爱一点？这个吗？现在2台手机的网速都会非常好了，因为我连了 WiFi。哦，哇塞，这都没听懂哇！有个车推了我。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到了动物园里面了。这个就是20块钱体验的快乐。它其实整个动物园呢，区域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分很多的小园区，甚至还有游乐场啊，还有游乐场。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相当于是进来这边边走边逛，同时呢，也是看到一些好看的风景啊，好看的小动物，我们都来拍拍照，然后看一下2台手机的一个样张对比效果吧。走，还好今天天气不错。还有今天天气不错，要像前几天比较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感觉可能出图效果都没有那么好看了。小米的这个后面是爆掉的，但是它爆掉吗？是会不会是？只是屏幕亮度高一点而已，你别尬黑。是吗？黑子露出犄角了吧？啊？有没有？没在拍。你看卡的啊！哎呀，我靠，太卡了。没有啊，是白色的吗？这不叫？白色也不是过曝啊，本来光影就是这样子。你看那实际后面嘛，你切过来，虚化的程度不一样。他急了，他急了，我急了，他急了，他急了。兔子也累，兔子更急。别笑，别笑。那你还在拍？笑得这么丑，你还在拍？就是要拍这种自然的急，好不好？我真服了，自然的表情，我真服了。是那个手在抖着拍，一边笑一边在那啰里吧嗦，一边在那按快门。你觉得这张照片可不可爱？帅哥，漫无目的，像两个小孩子进到了动物园里面。哎，来，妈妈带你们。你好，我不好。你好不是基础来的吗？对于鹦鹉来说。他没训，走过去。你好，他睡着了。来了，孩子们，妈妈带你们走了。来，走了，乖啊，走。你可以稍微蹲一下，我蹲一下，你能蹲吗？可以啊，你能蹲？我包能蹲的呀。那这样子吧，这样蹲。来看兔子今天在的情况下，明晃晃的让你拍到够。都说了让你这一次看个够，真的还看到2只，真的够了。让你拍到够，而且它是你来了它才出现的，是不是？就是冲着你来的，是不是？怎么说？这就是兔子的魅力。美女大象，那谁是野兽？这个梗你接得很不错。那刚刚就在这边呢，随便拍了一下，我觉得啊，今天论样张对比效果来话，我觉得先让绅士们猜一猜我会选哪个，不用我多说了，
感觉还是会选到小米17 Ultra。两台手机都是用了4倍去拍摄，感觉人像和背景的虚化效果，这个衔接感，我会觉得小米17会更胜一筹一点点。然后看 iPhone 的话，感觉就会人非常的实，背景就非常虚。所以这2张照片来说的话，如果说 iPhone 它会更加偏原生感一点点，但是整个脸部细节啊，包括说我会想要呈现出来肤色啊那种肤色感，都会觉得没有小米17处理效果那么好看。所以就这张照片来说的话呢，我还是会选择我们的小米。我们最后呢，在这人比较多的动物园里面，然后用移动数据拿2台手机都打一下视频电话给到我们办公室的小伙伴。那现在有路由器的加持，看看2台手机的通话降噪，包括它的一个网速表现是怎么样子的吧。在动物园的长颈鹿的园区旁边，长颈鹿的啊。然后我现在用的是 iPhone 17 Pro Max， 然后大家感觉这个音频跟画质的效果怎么样呢？1、2、3、4、5、6、7。好，拜拜。你好，我现在在动物园，我在用小米17U 给你进行微信语音通话，感受一下语音是否连接顺畅。1、2、3、4、5、6、7、8、9、10。我们进动物园之前剩余电量是90%，然后我们现在在动物园里逛了大概3个小时左右，包括拍视频，然后拍照片，加亮屏。现在是 iPhone 17 Pro Max 的耗电是还剩47%，也就是耗电43%，还33吧，33还是43？等于90。屏幕的观众可以算一下，小米17 Ultra 现在还剩57的电量，然后我们即将去拍10分钟的视频，感受一下这2台手机拍视频的耗电，还有它的这个拍视频的这个感受。好，我们现在2台手机各录了10分钟的4K 60帧，然后 iPhone 耗电7%，从整个背板是有一点温热的。刚才跟小米摸了一下小米的，好像没有小米的热 ，iPhone 的要温一点，小米的要热一点。iPhone 在2倍切4倍的时候，镜头切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跳动，也不是说每次都有，但是有几次就会很明显的有一个变动。要等回办公室看一下那个具体录制出来的视频有没有这个跳动。好，小米剩余电量52%，比较大的感受在于就是第一是长焦跟这个2倍，它的这个运镜会比较有拖拽，这个也要回去看一下成片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就是是不是只是取景框的这个卡顿，它的长焦跟主摄它的有一定的色差，然后主摄的饱和度会稍微低一点。那我们呢也在动物园逛了大半天了，思哥和黑哥哭出片啊给我，到底有没有出片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各焦段的样张呢，我还是粗略的看了一下，确实啊，总体来说我还是会更加喜欢小米17U 的一个样张表现。就无论是镜头的细节处理啊，包括对我整个人像的一些暗部啊，或者说在各种光线下面，整个人像的一个脸部的细节处理，我都会觉得小米17会更胜一筹。那如果说拿 iPhone 17 Pro Max 来对比的话 ，iPhone 17 Pro Max 它的原生感就会更强一点点。但不得不说，在拍照方面，我觉得还是国产旗舰更吃香的。那在动物园呢，也逛了大半天了，我们是不是还漏了一个重要环节，也就是一个游戏的表现？那我们今天就先不在动物园里面打游戏了吧，去歇脚，找个咖啡厅先休息一下，一起 Go Go Go！那我们刚刚从动物园出来呢，找了一家附近的咖啡厅，然后呢也是老规矩啊，我们一起打了一局王者。那现在呢就由思哥和黑哥来点评一下这一局游戏表现，然后我们这2台手机它的一个游戏性能的表现吗？王者荣耀半小时耗电7%，从41%耗到34%，然后手机是微温热吧。就没有很热，
这边比较热一点，然后整体是比较流畅的，没有什么卡顿，然后也比较跟手的。iPhone 17 Pro Max 半个小时游戏电量从27%耗到19%，耗电8%。在游戏的过程中有一次明显的卡顿，就是已经飙到了发红的270，还是它在这么室外的环境下都能卡顿，可见它的那个信号。然后发热情况的话，几乎感受不到热，就这里一点点热而已。这个地方我摸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点浓的感觉。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两台手机主摄人像的一个样张对比。这个机位呢，就是刚刚兔子在动物园的时候说的那个广州动物园的一个网红机位，也就是好多金鱼光的那个位置。能够看出来，其实兔子呢还是会更加偏爱于咱们小米17U 的这个样张出来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会发现，无论是它的人物和背景的衔接感，感觉这一张都会更加自然一点点，而且我的整个肤色也会更加白皙和清透，就是会觉得无论是我的发丝光呀，包括我的脸部的一些瑕疵处理，都会感觉比起 iPhone 17会更胜一筹。所以这一整张照片出来的效果都会更加偏向于小米17U，会觉得它的出来的感觉会更符合我的一个审美。那我们现在呢看的这一组样张对比呢，是兔子在游乐场的一个背景下面，用两台手机的一个长焦镜头下的一个样张对比效果。那这一组样张呢，兔子会更加偏爱于 iPhone 17 Pro Max 哦。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兔子呢本身的发型呢是有刘海的，所以像这一组照片里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背光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在小米17U，它整个样张细节做到处理之后，算法处理之后，会发现我的脸部它是光彩是有点点阴阳脸的。但是如果像 iPhone 17效果出来的话，它的整个脸部的光彩度都会更加柔和一点点。所以像这两组样张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它的可修性会比小米17U出来的这一张效果会更加高一点点。所以如果就论这两张，我会更加偏爱于 iPhone 17 Pro Max。那这一组呢，也是两台手机的一个主摄人像的一个对比效果。那这一组里面呢，兔子还是会选择小米17U，整个色彩的还原程度，包括是我整个人像啊、肤色呀、调整效果来说，我都会更加喜欢这一台手机出来的一个效果，而且跟背景衔接融合的也会更好一点点。像 iPhone 17的话呢，就会觉得比较偏原生感，而且整个肤色也会偏暗沉，没有说像小米17U那么白皙、那么清透的感觉。那继续来看下一组的样张对比效果，但是这两张照片出来的效果呢，兔子就会可能更加喜欢 iPhone 17 Pro Max， 因为我会发现两部手机在如果面对一些阳光直打在我脸上效果出来的时候，感觉 iPhone 17对于我的脸部细节，它整个平整度会比小米17会更好一点点。因为像这种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它其实会比较考验整个脸部的一些细节处理啊，包括说整个肤色均匀度之类的。像小米17U还是会出现我左右脸有点阴阳脸的感觉，但是相对来说，虽然 iPhone 17的肤色它没有说小米17U 呈现出来那么白皙，但是它整个肤色感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阴阳面，所以我会还是那句话，还是会觉得iPhone 17 Pro Max 的可修性会比小米17U 这一组样张对比下来会更高一点点。那我们现在是用两台手机拍摄了 Live Photo 之后呢，上交了社交平台，看一下它上交之后，对于我们定格帧，包括点进去看它会不会有什么区别。先看 iPhone 17 Pro Max， 其实我感觉定格帧还有点进去整个动图的变化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看回小米17U 的话呢，它的定格帧整个色彩的饱和度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点，而且色彩的真实度都会比较符合我们现在整个咖啡厅它本来的一个色彩度。但是如果进到动的画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不太一样了，就是它的色彩是会有一点点区别的。但是如果是 iPhone 17 Pro Max 的话呢，就是比较自然，也没什么一个太大的区别。那小米17U 的 Live Photo 呢，它是有几种实况运镜的，让思哥帮我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基本上还原它的一个变焦速度，但是看得出来呢，就是它的红毯运镜能够感觉出来贯彻的整个变焦感还是不太流畅，关键是这个模式还放在了第一个，所以我感觉这个部分还是得赶紧优化才会比较好一点。OK， 那我们今天一天的兔子回家之旅结束了，是要回家了吗？回动物园了嘛，对不对？今天回动物园了，对。然后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了。今天呢，其实总结下来，确实啊，就是上一次拍户外的时候还是夏天呢，今天虽然到冬天了，但是也不是特别啊。
12月末了，算冬天了，只不过是我们广东的冬天没有那么冷罢了。但是今天一天下来呢，因为刚好今天广州天气都非常不错，所以呢，我们的拍摄，包括我们的2台手机的对比都还算比较顺利的。但是呢，有一个人就不太顺利了啊，有一个人就不太顺利了。那到底是谁不太顺利呢？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公布绅士们最关注的一个环节了？就是本期我们的任务又是谁没完成呢？你别看我行吗？谁没完成呢？有没有可能我也完成？谁没完成呢？那看来我们今天，哎呀，我们的惩罚花落谁家了，毋庸置疑了。恭喜我们的4哥，恭喜你！不是，先说恭喜你了。我都不是摸他好奇他的任务。对另外2位使用经典拍颠搓脸动作2颗星。我的任务其实那个是最近某音上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视频，其实我当时打开那个任务条的时候，我都不太清楚那个是什么意思，就可能大家看大家的网速了。我最近有点2G 网啊，它大概意思就是说最近有个猫的那个流行视频，然后呢让你在一个物品和一个物品里面去选择完之后就对你表示夸赞。你是什么？半3种。你是什么说？很早就做了呀。对啊。哦。动物园的。哦，原来他当时说接梗的时候这里就完成了。哎，我就说怎么那一段那么莫名其妙的那一趴，那一趴怎么莫名其妙的？他当时让我说，因为我说你们都接不住我的梗。然后他就说那我来接一下你的梗，然后呢我就说动物园里面有什么，然后我就说什么猩猩，然后他就学动物叫了。那我给你衔接住了，怎么样？感谢我吧。OK， 那我们今天就惩罚谁呢？最期待的一个环节了。那我们现在先来抽我们今天4哥的一个惩罚。那我们看一下观众先吃是吧？我都没看到自己要怎么罚是吗？肯定不是走猫步了。我看到豆子的笑容已经肯定不是走猫步了。豆子的笑容很变态，我跟你讲。哇塞！等一下，用嗲嗲的声音对其他2人撒娇3遍，撒娇3连。哇，这个我喜欢看。要不要我给你演示一遍先？肯定要呀。2、3，绅士们，好不好嘛？可不可以嘛？求求你啦！标准版。文斌，好不好嘛？行不行了吗？给我个3年。这是什么？这是嗲嗲的声音吗？我请问的。我感觉他不是惩罚他的，就是惩罚我们2个是吧？那我们4哥还有黑哥也说一下今天2台手机使用下来，我们对比出来的一个效果评价一下吧。iPhone 17 Pro Max 的耗电确实有点快的出奇，就是上午的时候感觉还好，但是一到了下午的时候呢，电量蹭蹭的往下掉，现在还剩17%了。但是 iPhone 17的握持感觉我是会感觉比那个小米17U 会好一点的，因为小米17U 它那个背板是不是一体的嘛，它拼接的，如果是放在手心的话，会有一点点拿手的感觉。其他的拍照的话，肯定还是安卓的会好一点，美相会好一点。iPhone 我感觉强项还是在视频这方面。小米的话，现在剩余电量30%。然后今天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觉得像苹果它这个金属的机身对于散热的确是有帮助。今天像视频的这个10分钟的视频拍摄，我觉得是跟 iPhone 差不多温度，就手摸上去差不多温度。但是30分钟的游戏的话，小米是明显要热一点的，所以明显就是说，还是金属机身的确在散热上面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后续的还有一些数据补充啊，都等到回到公司之后再给大家去进行说明，好吧？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在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啊！非常期待下一次我们的4哥还有黑哥再带兔子出来玩，好不好？这一期的最后一遍啊！一条狗分成3段是什么？3。没有默契，都拍了3期了，都不知道我要先倒计时的吗？一条狗分成3段是什么呢？3、2、1 ，Go Go Go！ 下期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黑哥。今天使用 iPhone 17 Pro Max 在动物园1天的使用感受。虽然它升级到了 iOS 26自适应电量的一个选项，但是它的那个
也只能勉勉强强的增加一点点续航而已。从今天我们在动物园的一天可以看得出来，小米17 Ultra 和 iPhone 17 Pro Max 的电量对比还是很直观的。iPhone 的4823毫安时电池根本打不过小米的6800毫安时的金沙江电池，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当然，这里需要提一嘴的是 ，iPhone 已经循环次数到了118次，但是它的电池质量最大容量还是100%，这个仅供参考一下。下面聊一下握持的感受。铝金属中框它是一体成型的，它相对握持的感觉会比小米17 Ultra 要好一点，因为小米17 Ultra 后面采用了那个拼接的设计，在握持的时候或者拍照的竖屏拿的时候有一点点刮手的感觉。还有就是 iPhone 相对小米17 Ultra 会稍微窄那么一点点，对于握持感会稍微比小米17 Ultra 会好一点，但是由于它是铝合金的一体化中框，但耐腐蚀性和耐刮性肯定没有小米的好，可能一碰啊或者是一压就会出现凹痕，这个也是要考虑进去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在性能方面是加入了 VC 均热板，官方说的是 A19 Pro 的持续性能能提高40%，体验过程中包括我们的打游戏和拍照，确实是不怎么发热的，它或者说是发热都是发的比较均匀，都散到各个部分去了，所以这点还是挺好的，没有明显的集中发热的点，也没有明显的降频。iPhone 升级到26.2之后呢，那个每次从口袋掏出来之后，手机屏幕就会有点暗，它不会立马提亮的感觉，这个其实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能注意到了。大家可以在弹幕里发一下有没有在使用26.2的这个系统版本过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在弹幕里说一下。还有就是关于拍摄的2个小问题，就是 iPhone 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有一个2到4倍的这一个镜头切换的时候，就是它从裁切到光学变焦的这一个过程的这个视频的跳动，如果你是放大缩小屏幕的话，就尽量就是跳开这一个从2倍到4倍的这一个照片的总体风格，我就说一下大概的，就是我是感觉小米的成像风格要比 iPhone 的要好很多的，可能比较我个人比较喜欢小米17 Ultra 的这一个成像表现，因为它比较鲜艳，比较讨人喜欢嘛。然后 iPhone 就是一如既往的平淡，很一般。然后就不会，如果是2张照片摆在一起的话，我肯定会选小米，而不是选 iPhone。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了一天小米17 Ultra 的一个使用感受。好，那先来分享一下2个接触的比较多的。第一个是它的机身的话，我觉得小米17 Ultra 这一代的确是有做得更薄一些。相比做薄的话，我更希望这个手机可以做得更窄一些，这样子单手的握持跟单手的操作会更好一些。另外的话呢，是这个屏幕的话呢，我在跟黑哥进动物园之前，有在一个户外的大太阳下面进行了对比的话，我觉得小米的这个屏幕的亮度是非常的足够的，就一天使用下来，它整体的屏幕亮度都是非常的够，就是你显示你去进行拍摄拍照的话，它的给你的反馈都是非常的好。那小米17 Ultra 相比苹果使用一天下来，它的优势呢，我觉得第一个点在于它剩余的电量是更多的。这个是非常明显。另外的话呢，它的信号在我们的一些测试表现上面也是更好的，无论是下载啊，还是说游戏的过程中。另外的话，我觉得在人像的表现上面也是更讨好我个人的眼球。那劣势的话呢，第一个点在于在高负载的场景下面，例如说拍视频，还有打游戏的过程中。它的散热是没有苹果那么好的，因为苹果得益于它的这个更大面积的金属机身嘛。另外的话呢，小米17 Ultra 在体验影像的过程中呢，拍照它的取景框，我跟黑哥都觉得它是这个帧率会有点低，而且我自己觉得它的分辨率，就取景框的分辨率也没有苹果那么高。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小米的这个长焦。那我们在进动物园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会进行一些数毛的对比。那再回到公司之后，打开电脑，用电脑看样张之后呢，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小米的长焦的解析力在数毛的情况下是比苹果的要更好一些的。然后呢，我也对比了一下主摄跟广角的逆光的表现。小米的色彩呢会比较浓艳一些，苹果呢会相对会更寡淡一些。同时呢，苹果也会出现一些色温偏蓝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整体在逆光的几个场景下面，我觉得小米也是更优胜一些。那体验了一天下来，我觉得小米这个大底加上光变的这个影像方案呢，我觉得是
很有想象空间，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噱头，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打开了手机影像它未来很多的一个可能性，甚至是主摄的一些光变等等的一些方案吧。我觉得未来随着手机影像的迭代，可能会给大家更多的答案。唯一可惜的话是小米这一个光变的这个覆盖焦段还是有一点，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窄。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期内容，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点赞、投币、关注、收藏、评论、弹幕。我们下期再见。